2018年，范冰冰因为一条微博砸开了中国社会的一桩惊天丑闻。她为一部自己参演的电影站台，说了一句她以为是场面上的话，没想到啊，像是捅破了一层早该破却一直没人敢捅的窗户纸，掀起了一场演艺圈从未有过的腥风血雨。这场风波的代价呀，是让她补税加罚款8.8个亿，事业断崖式坠落，从此几年销声匿迹，无缘大荧幕。从16岁的北漂小姑娘到艳压红毯站上资本牌桌的范爷，范冰冰这20年的上位之路啊，看上去就像是一出熟悉的娱乐圈狗血剧，名利、丑闻、桃色、争议、坠落，一步不差。今儿啊，咱们就来说说范冰冰的故事。1993年夏天，上海悄悄多了一所很特别的学校——谢晋恒通明星学校。背后站着的大人物是中国第5代导演集群之外几乎唯一一个拥有全民认知的大师级导演谢晋。彼时啊，谢晋刚刚从上海电影制片厂退休，没多久呢，就成立了这家表演学校。这所学校实行1学年3学期制，没有寒暑假，学生全部是住读，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表演，要求是相当严格。1993年9月，谢晋从全国各地近1000名考生中只挑了47名学生，其中啊就包括了日后的大明星赵薇。赵薇的故事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她是这座明星工厂打出的第一颗子弹，瞄得准，发得快，也炸得响。而命运的弹仓很快就装上了第2发，带着一点野气，拐着弯，扬着头，一路急咧咧地向命运撞了过去。这颗子弹就是范冰冰。1995年起啊，谢晋恒通明星学校被归入上海师范大学，变身为公办的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有了前2届学生的成功案例，又成了体制内的正规军，来报名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了。这一年的10月，一对母女走进了谢晋学校的报名处。在等候区呢，他们遇见了一个老头。老头盯着那姑娘打量了几眼，转头对招生老师说了句：“这个姑娘不用初试复试了，直接3试。”这句不动声色的开后门，是命运在她人生门口开的第一道缝。这个女孩就是范冰冰，而慧眼识珠的老头正是谢晋。1996年3月，范冰冰正式成为了谢晋明星学校的第3届学生，赵薇的学妹。他们这一届啊，成名的不少呢。郭京飞、赵鸿飞、释安都是这一届的，但是最出圈、最热闹，也是最复杂的那个名字，还得是范冰冰。范冰冰呢，是1981年9月出生在青岛，随后随着父母到烟台生活。山东这块地儿啊，齐鲁并立，而与范冰冰有关的这2个城市都属于齐。中国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曾经这样介绍齐人，说极功利，好纵横，敢冒险，不按套路出牌。商场里，齐人一向能说敢做，锋芒毕露。如果咱们把齐人的性格拿来解读范冰冰这一生的选择，不免会觉得似乎是能够对得上号的。其实啊，日后锋芒毕露的范冰冰是出生在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父亲范涛是海军航空兵文工团出身，退役后靠唱歌在烟台小有名气，人称烟台童安格。母亲张传美，地方文艺团体的舞蹈演员。这个3口之家虽然不富裕，但各自都有追求和热爱。从小啊，范冰冰耳朵里灌的就是歌声、琴声、笛声，或是排练厅里的节拍，所以呢，很自然的，她也往艺术的道路上去发展。从小学唱歌、跳舞、吹长笛，一样不落。在范冰冰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啊，父母就下海去做服装生意了，忙得顾不上她，干脆就把她托给了一个好朋友张春谦。张春谦呢，在烟台一中任教，分管学校的乐团。为了能让范冰冰上烟台一中，张春谦干脆把她认成干女儿，还让她住到自己家里，一住就是4年。在此期间呀，他又给冰冰当父母，又当老师，悉心培养。因此啊，范冰冰也十分感激，成名后还经常返回看望。在初中啊，范冰冰加入了学校的乐团，因为长笛吹得特别好而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到了初2那年，她被特批跳级进入高中艺术班。烟台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是5、4学制，也就是小学5年，初中4年。那范冰冰从初2直接跳级到高中，相当于是连跳了2级。这听起来风光啊，但是背后的代价就是文化课的成绩全线偏科，数学尤其拉胯。但那个时候呢，没人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因为到了高二，人家已经靠着长笛拿到了天津音乐学院管弦乐系的保送资格，一条稳妥的艺术生的道路眼看着就要铺成了。但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1995年6月的一天，范涛骑摩托车接女儿放学，两人在校门口突然被一辆吉普车追尾，一起被卷入了车底，拖行了6-7米远。不一会儿啊，范涛先从车底爬出来了，赶紧去拉还在车底的范冰冰。最终啊，这场车祸不仅让范冰冰的腿受了重伤，也让她错过了升高3的会考，失去了那份天津音乐学院的保送资格。那你说一个艺术生他没了保送，文化课又差，是重读呢还是转中专呢？就在家里头纠结的时候，范冰冰在烟台晚报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俩烟台男生考进了上海的谢晋明星学校。那一刻啊，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专门培养明星的学校呢。说句题外话呀，这其中的一个男生呢，就是后来把《知否》里头自私的父亲盛虹刻画的入木三分的演员刘军。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为了治腿，范冰冰和母亲正好要去上海。那既然人已经在这座城市，不如顺道去看看。这原本只是一个顺便的决定，结果一看就留下来了。谢晋的这所学校啊，每年都有剧组上门挑人。果然，入学半年后，范冰冰也获得了一个机会，是女强人的剧组中一个小配角。这次出镜呢，虽然没能让她出名哈，但是却让她获得了主演刘雪华的青睐。拍完戏，刘雪华就主动跟他要了照片，说有机会会把他推荐给琼瑶的。他说你喜欢演古装戏吗？我说我什么戏都想演，因为没有演过戏，那是第一次。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照片，然后写上你的地址跟名字，我可以怎么样联系到你？如果以后有机会，然后我可以把你推荐给琼瑶阿姨。这句话呀，对于一个刚入行没什么背景的新人来说，就像是投下了一枚希望的种子。但是他等了很久，这颗种子却始终都没发芽。入学9个月后，少女冰冰迎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参加学校的毕业公演呢，还是去演中央电视台筹备的一部旅游题材的电视剧《爱之旅》呢？毕业公演啊，是谢晋为学生们搭建的人脉舞台，每一届都很有分量。赵薇参加的第1届公演是在北京统战部大礼堂举办的，台下坐着的不只是业内大腕，还有中央统战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等系统的要员，比如曾庆红、雷洁琼等等。谢晋呢有这个面子，也有这张人脉网，毕业公演几乎是学生们初入演艺圈最重要的机遇，但能不能遇上对的人，拿到好机会，确实也是个未知数。而另一方面啊，爱之旅就是眼前就能上镜头、能露脸的好机会。这部剧作为中国旅游年的特别策划，将在央视和东南亚同步播出。那一个是长线铺路，另一个呢是眼前就有戏。站在命运的岔口啊，范冰冰选择了后者。她不想等啊，不想去赌谁在台下会不会多看自己一眼。她更相信有镜头在，有机会在，就该先冲上去。但是她赌输了，爱之旅没能为她的演艺事业带来任何的浪花。这部剧没有任何的后续戏约。不过不难从他的选择中看出，他从不是一个安静的等待天上掉机会的人。或许从这一刻开始，他勇闯演艺圈的策略已经定下了基调，不等天上掉机会，不按套路走，眼里盯的永远是眼前这一步，怎么先跨出去。这部剧之后啊，16岁的范冰冰留在了北京，成为了一名北漂。他每天在各个剧组里头帮忙或者客串，一边干活一边等机会。在那个年代啊，北京的影视圈还没有那么市场化，很多机会呢掌握在话剧团、制片厂的手里，圈子小，人脉闭环。没背景、没作品，像她这样一个从山东跑来的小姑娘，很难有出头之日。但她靠的就是不服输，蹲在北影厂附近守着 BP 机，就指望着哪个剧组缺个小配角、缺个临时演员什么的。时间啊很快过去了。转眼到了1996年年底，之前的那点片酬呢也花得七七八八，留在北京还是回家？这个问题呀，范冰冰也开始自己反复权衡。这个时候啊，她接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电话，来电人告知范冰冰说，琼瑶有一部戏想要找她试试看。第二天，范冰冰如约到北影附近的一家宾馆和导演见面，在这儿，她见到了琼瑶的儿媳何秀琼，对方告诉她是刘雪华推荐了她，
说他不错。这次呢，他们想请他来演一个格格，角色名叫紫薇，是女主之一。合作谈得很顺利，几次来回基本上把内容细节都敲定了。那个时候的范冰冰啊，也许真的觉得终于轮到我上场了。但是啊，就在签约前，事情突然变了卦。何秀琼告诉他，公司决定让他演紫薇的丫鬟金锁，紫薇的角色呢要换成台湾艺人来出演。原因很现实嘛，考虑到剧集在内地和台湾是同步播出，两个女主角都用大陆的新人，收视风险太大，于是啊，紫薇就给换成了林心如。范冰冰听后啊，非常生气。甭看她年纪小，自尊心却很强。明明说好的，对方不仅临时变卦，还让她从主角变成配角，她坚决辞演。但何秀琼劝她说，大家第一次合作，彼此考验一下，可以先签约到琼瑶的公司嘛，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的。最终，范冰冰咬牙把这合同签了，进了琼瑶的公司，也接下了《还珠格格》里那个小丫鬟金锁的角色。当然了，以上呢是范冰冰自己在采访中讲到的版本。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一无所有、全靠着一口气儿撑着的北漂少女来说，难道她真的会放弃与琼瑶的合作机会吗？哪怕只是一个配角呢？坊间啊，其实也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有人自称是范冰冰的老乡，说她那阵子在北京迟迟接不到戏，父母啊不忍心看她苦苦挣扎，于是就托关系给剧组送了10几万。本来呢想争个主角，最后只是得到了金锁这个角色。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来自琼瑶自己，他说啊，从来没考虑过让范冰冰演紫薇，小燕子要灵动，紫薇要柔软，而范冰冰美是美，但是美的太过生硬，所以从一开始啊就是要她演金锁的。这几个版本吧，真假难辨，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16岁的北漂少女没能获得梦想中的主角光环，而配角的起点注定会比主角走得更加艰辛。1998年《还珠格格》播出后，收视率突破了 62.8%， 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之后的收视纪录。赵薇火遍大江南北，而鉴于金锁在剧中忠诚且讨巧的形象，影迷们也热情地将她和小燕子、紫薇并称为还珠三美。但是这3个人的命运啊，很快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分岔路。赵薇那边呢，手握小燕子这张王牌，又有琼瑶亲自押宝，情深深雨蒙蒙，老房有喜，电影决战紫禁之巅一路开挂。私生活上，她和富少叶茂青的热恋更是为这条星途添了一把火。而林心如也借着紫薇一角顺势打入港台市场，资源不断。范冰冰呢，作为3美里第一个和琼瑶公司正式签约的，反而是最早陷入了困境。1996年，范冰冰签入了琼瑶的公司，而且一签啊就是7年。比起赵薇的5年合约，她这一纸合同显然时间更长，绑定的也更死。那个时候啊，她大概也想过，签进琼瑶那就是通往巅峰的门票啊。毕竟在她之前，几乎所有的琼女郎都是靠这条路走红的。这一步的选择啊，就有点像当年爱之旅的选择，眼前有机会就敢赌，她不想等，想先做了再说。但现实是，琼瑶公司的运营重心在台湾，大陆这边呢，连个办事处都没有。在那个年代，想要找范冰冰拍戏，还得打跨海电话到台湾，折腾的不少剧组望而却步。更尴尬的是呢，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把重心放在范冰冰身上。琼瑶公开讲过，在我眼里，范冰冰始终是个丫鬟。因此啊，留给范冰冰的大多是金锁这种主角身边的绿叶，偶尔能分到个主角，也多半是名不见经传、剧本平平的项目。琼瑶的话像是一桶冰水，猝不及防地泼向她。彼时啊，范冰冰年纪还小，但自尊心超强，这种丫鬟的定位让她越发不甘。但合约就摆在那儿，7年死死地拴着你，想要解约，你得付100万的违约金，这对她的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啊。然而事情呢，很快就有了变数。范冰冰早些年拍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制作人，叫贾云。他曾经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特型演员，后来啊，自己开了家颇有规模的影视制作公司，叫皮卡王影业。这次啊，贾云投拍新剧《人间造王》，邀请范冰冰出演一个格格的角色。范冰冰呢，没跟自个儿的公司打招呼，就去接了这个角色。按他的说法，只是帮朋友一个忙嘛，算不上违约。但是在琼瑶公司的眼里，这无疑就是私接外活啊！
于是就遭到了公司的多轮声讨，最终事情还是闹到了摊牌。1998年年底，17岁的范冰冰一纸诉状递到北京第2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解约。琼瑶公司那边呢，反正就是咬死合同不放，提前解约可以啊，赔100万呗。可是啊，范冰冰的律师抓住了其中的一个关键，那就是当年签约的时候，她还未成年呢，合约上也没有监护人的签字，所以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这份合同本身就存在着瑕疵。再加上琼瑶公司在大陆没有注册公司，业务的合规性也存在问题，所以这场官司打了快1年，最后双方以和解告终。琼瑶的公司只拿回了15万的赔偿金，范冰冰赢了官司，摆脱了合同的枷锁。此后，琼瑶的公司放出狠话，要在圈内封杀她。北漂的第一个7年计划还没熬过前2年，就变成了一场诉讼战。本来指望着琼瑶这条路顺水推舟的走上去，结果第一仗就打成了对簿公堂。有人说范冰冰有反骨，有人说她不懂规矩，可是也有人说，在这个行业，你没资本没背景的一个小姑娘，如果不反一点骨，根本就等不到出头。而这一仗不是她最后一次掀桌子。虽说行业大佬都扬言要封杀她了，这个10几岁的小姑娘根本就没在怕的。官司一了，她转头就和皮卡王影业签下了一纸3年5部剧的合作协议，基本全是女1号。贾云呢，更是声称斥资600万元力捧范冰冰。父母那边也干脆彻底放弃了烟台的服装生意，全家搬到北京，一边做她的经纪人，一边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从这个架势来看啊，这个女孩打算带着全家在北京豪赌一把。那为什么贾云愿意接住一个刚刚和琼瑶公司撕破脸、名声也不算干净的小姑娘呢？人们从这2人的合作的电视剧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人间造王》里，范冰冰演的是红颜格格，而贾云呢，则亲自上阵演了剧中的亲王，一位对红颜格格痴心不改、至死不渝的角色。拍戏期间，贾云还专门为她安排了一辆房车，据说仅供2人单独使用，所以这绯闻呢，很快就在圈内传开了。有媒体爆料说，2人正在热恋，贾云每月50万包养了范冰冰。绯闻传得愈演愈烈，直接把范冰冰接私活的事儿捅到了琼瑶的公司，这才有了前面的那场解约风波。不过后来贾云自己澄清了，说他和范冰冰的父母是朋友，看他年纪小有天赋，确实想好好培养他。而素有大嘴之称的宋祖德则翻出了另一种说法，说这场绯闻其实是贾云一手制造的，为的就是炒作自己和公司的戏。那到底孰真孰假是众说纷纭，也有人猜这就是一场互相成全的合作。范冰冰呢，需要一个足够强势的人帮她摆脱琼瑶的合约，而贾云也需要一个有话题度的新人为自己的片子带流量。不管怎么说吧，彼时的范冰冰才不过17岁，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大多数还在念书做题，而她已经杀伐果断地替自己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2000年，母亲怀上了弟弟范丞丞，不得不卸任了女儿经纪人的角色。恰好此时圈内的好友李冰冰给范冰冰推荐了一个人，叫王金花。王金花呢，是1991年就入行了，是中国最早一批职业经纪人。到了2000年，已经是公认的大姐大的存在。2001年，她还和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合作，成立了华谊兄弟泰和文化经纪公司。而王金花手下的艺人也就自然而然的全部改签到了华谊兄弟的名下。范冰冰真正进入了大公司的体系。有了金牌经纪人和大公司平台的加持，范冰冰心想，这下好日子要来了吧。但没想到自己是刚出龙潭，又一头扎进了虎穴。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位置并不在主桌。在王金花和华谊兄弟的眼里，李冰冰才是亲女儿。据说李冰冰不仅是王金花签约的第一个女艺人，还和华谊两兄弟认识得很早，且颇有交情。当年王金花和华谊能够一拍即合，就是李冰冰牵的线。华谊的老总王中军曾公开表示，范冰冰重财，李冰冰重义。范冰冰给公司带来很多广告收益，但属于那种翅膀硬了，时间到了就要飞的人，所以无法交心。老总都说出这句话了，那其实已经把公司的态度摆在了台面上。在这个公司，谁是头牌，谁是生意，谁是过客，谁是家人，分得再清楚不过。
不过平心而论啊，华谊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安排了范冰冰不少的电视剧资源，从《少年包青天2》到《秦始皇》，角色也不少是公主、郡主的名头，娉婷公主、婀娜公主、宁安公主。但是啊，无论她演了多少个高贵角色，观众喊她的还是金锁。10年摸爬滚打，出走半生，归来还是那个丫鬟。可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够努力呀。范冰冰在剧组那是出了名的肯吃苦。拍《苹果》的时候，因为一场强暴戏，灌自己白酒，增肥20斤体验生活，甚至在洗脚城体验角色，泡得脚肿腿烂，也是咬牙坚持下来了。只是更好的资源呢，总是先摆在李冰冰的面前，轮不到她范冰冰。2007年，李冰冰凭借《云水谣》一口气拿下金鸡、百花、华表3个大奖，坐稳了一姐的位置。2008年，又凭借《功夫之王》打进国际市场。而范冰冰这些年唯一真正出圈的，还是2003年冯小刚的《手机》，角色呢还是个不光彩的小三儿。更讽刺的是啊，这部电影后来竟成为了他人生最大风暴的导火索。这一点啊，我们稍后就说。当初在琼瑶的公司，范冰冰因为得不到重视而选择离开，结果到了华谊也没能改变千年老二的命运。然而很快，她连老二的位置也保不住了。2006年，华谊签下了风头正盛的周迅。华谊的另外一位老总王中磊放话说，会像父亲和朋友一样的帮助周迅。这话果然不假。转头，周迅就出演了《夜宴》《画皮》《风声》等多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华表奖、金马奖、金鸡奖等等啊，也是拿到手软。而夹在李冰冰和周迅之间求生存，范冰冰的资源眼看着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让他真正下定决心和华谊解约的，除了资源分配的问题，还有当年啊，在他需要公司保后的时候，华谊冷漠的态度。2004年，重庆商报援引南京某报的爆料，说圈内啊有一位尚未成年便出道的 F 姓女星，靠着和导演进行性交易换来角色而成名。重庆商报的记者甚至直接把这条模糊的 F 姓解读成了范姓，并且点名暗指《还珠格格》里的俏丫头金锁，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范冰冰瞬间成了众矢之的，流言满天飞。范冰冰震怒，当即要求公司发表声明维权，但华谊呢反应迟缓，过了好几天才刊登了法律维权的声明。重庆商报随后刊登了一纸寥寥数句的道歉信，版面位置毫不起眼，时间点呢也错过了最关键的舆论窗口，效果微乎其微。范冰冰这边呢，一开始态度还挺坚决，想要起诉涉黄报道的媒体，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他自己公司的支持。重庆商报刊登了道歉信之后没多久，他公司就表示双方已经和解了，不再追究责任了。范冰冰就感叹道，连自己的人都没有在保护你，你会觉得很无力。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我不能突然出来说那个 F 姓的女星不是我呀，这是一条无中生有的假新闻啊。那更糟糕的是造谣的成本太低，效仿者接二连三。这场风波刚过去不久，潇湘晨报又发新稿，借圈内演员张玉之口称 F 姓女星母女2人轮番上阵找导演做交易，靠着这种方式这位女星获得了多个角色。虽然没人明说是范冰冰，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在那个年代这种半遮半掩的爆料最具有杀伤力。吃瓜群众们不需要你点名，他们就自动能把那一个字母对号入座。到了2006年，有一篇帖子火爆了全网。天涯论坛上，一位名为我在娱乐圈的网友发布了我所知道的范冰冰涉黄成名的事实。爆料人自称是一名数万片酬一集的2线艺人，与范冰冰多有合作。他称范冰冰就是靠现身多位大佬而出名的，其中就包括了贾云、王中磊，还有香港著名的大哥级人物洪金宝等。怎么样？那个作为范冰冰的干爹，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男朋友啊？谁是我干爹？那个范冰冰。范冰冰是你干爹啊？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你有没有见过她男朋友啊？你们见过范冰冰的爷爷啊？你怎么没有见过啊？范冰冰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你说说嘛，没关系，你说。范冰冰干爷爷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你也没见过，那你怎么问我呢？根据环球人物的报道，这次范冰冰没有手软，一路挖出了发帖人的注册信息和 IP 地址，结果查出不过是2个县城里的初2学生。
说是一个演员指使他们去写的，然后这个演员说出来，然后找了几个初中的孩子去写，然后在网吧里面每隔1个小时去发多少篇文章。这个人我也知道，但我们就不讲了。最后啊，这场官司以2名少年公开道歉草草收场。可是道歉信的传播力度远远不及那些恶意满满的帖子呀。这一连串的事件过后啊，范冰冰的观众缘也几乎跌到了谷底。无论是她沉默也好，一次次用法律手段维权也罢，外界对她的标签还是停在了那些肮脏的词上，什么从灯光、舞美一路睡到导演，什么金锁啊就是靠陪睡起家的。所以啊，在这一系列的事件过后，范冰冰终于下定决心，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2007年，她离开了华谊，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不再等谁赏饭吃，自己做老板捧自己。而让她有底气把这场仗打下去的，不只是决心，还有一个神秘的男人——穆晓光。要说从2006年到2007年这2年啊，中国娱乐圈里被骂得最惨的女明星，那恐怕非范冰冰莫属了。包养、整容、陪酒、假唱，各种爆料轮番上阵。为了平息整容说，她甚至成了中国第一个跑到医院自证未整容的女明星。但奇怪的是，仅仅1年之后，那些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就突然集体消失了。更出人意料的是，曾经的小丫鬟金锁很快就换了副模样，摇身一变成了那个在镁光灯下咄咄逼人的范爷。这场翻盘啊，不是什么天降好运，而是背后一个叫穆晓光的男人在下棋布局。穆晓光低调到几乎查无资料，网上关于他的年纪、家世、发家史都鲜有确切说法。人们只知道他是台湾娱乐圈的资深制作人，手握两岸三地不少的影视资源。其实啊，我们在讲赵薇的故事时呢，穆晓光曾经短暂的露过一面。当年赵薇因为掌掴台湾竹联帮大佬之子闹得沸沸扬扬，事发地点正是上海顶级会所151，而这家会所正是穆晓光的产业之一。传说那会儿啊，他的身家就已经有5个亿了。这样一个看似在资本游戏里游刃有余的大佬，却突然放下生意场上的种种布局，亲自操盘范冰冰的星途，不惜一做就是10几年。于是就有人猜测他们的关系啊，不止于工作。但是对此呢，双方一口咬定否认。穆晓光甚至一本正经地说，是范冰冰的孝顺打动了他。这种理由听上去不免有些离原上谱啊。据说呢，穆晓光和范冰冰相识于2005年，那一年范冰冰在拍摄电视剧《新封神榜》，穆晓光是投资方之一。两人结识后，穆晓光开启了属于范冰冰的专项扶持计划。他为范冰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揪出了那个在天涯论坛上匿名爆料他靠现身上位的发帖人。2007年，穆晓光专门成立了冰冰影视传媒公司，帮他搭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从此，人前是经纪人兼保镖，幕后是范冰冰星途的操盘手。范冰冰的每一场硬仗，每一个高光时刻，几乎都看得见穆晓光的影子。在接手经济事务之后啊，穆晓光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范冰冰洗白。然而穆老板转了一圈才发现，这负面新闻多如牛毛，恶意炒作、恶性竞争是层出不穷。既然这样，穆老板干脆换个打法，与其逃避，咱不如迎上去，把流言蜚语变成话题嘛。穆晓光策划了一整套高调应对流言的人设策略，外界越是恶意诋毁，范冰冰越要表现得彪悍、强硬、满不在乎。不但不怕事儿，咱还要主动造事儿。电影《麦田》做宣传，范冰冰自称吴彦祖和陈冠希是性幻想对象，就是穆晓光策划好的。在他的点拨下，范冰冰迅速学会了一整套话术打法，掌握了制造新闻、精确控场的技巧。这场从丫鬟到范爷的逆袭也终于走上了正轨。从此啊，他在媒体面前该说多狠就说多狠，但又从来不失分寸。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范式话术模板。论到说包养的这个词，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不会去被别人包养。对于嫁入豪门，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豪门。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没有谁不希望
望做戏霸，坚持把这个戏霸做到底，做到好，做一个美丽的戏霸。对，谢谢大家，谢谢。以至于后来啊，不少记者都打趣道：“范爷的话句句是标题呀。”而穆晓光的能力呢，绝不只是让范冰冰做个敢说狠话的女明星，她很快就把战线推向了更高处。一边拉来英皇、成龙、博纳、恒大为冰冰工作室注资，一边砸下真金白银，量身定制大女主剧集，胭脂雪、金大班、武媚娘传奇，每一部都以范冰冰为中心，打造大女主的人设。与此同时，电影资源也全线铺开。最疯狂的时候，范冰冰一年接了9部大制作的电影，在观众面前高频刷脸，没有留给任何对手喘息的机会。但穆晓光真正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能找到多少项目，而在于看得清大局。他很早就明白，靠演戏拼不过那些已经坐在资本桌上的同行，演得再多，演得再好，天花板还是在艺人的这条线上。而资本不讲台词儿，讲回报。此时啊，赵薇已经在哥哥赵健的带领下试水资本圈，深度绑定唐德影视，解锁了艺人加股东的双重身份。虽然坊间总有传闻说范冰冰和赵薇之间多有不和，但是在入局资本这件事上，二人却意外的步调一致。2007年，在穆晓光的推动下，范冰冰工作室正式参与了唐德影视的多部剧集合作。两者合作的第一部剧《胭脂雪》在各个地方频道播出，取得了近3000万元的收入，其中唐德影视获益2500万元。此后，范冰冰主演的作品几乎成了唐德主营业务的顶梁柱。2011年，唐德影视和范冰冰签下为期4年的经济代理协议，规定她参演的电视剧，唐德拥有优先的投资权，并可收取10%的经济代理费。投桃报李，范冰冰也以6折入股，以296.7万元的出资额换得公司129万股，成为唐德影视的第10大股东，两者深度绑定。到了2014年，《武媚娘传奇》横扫荧幕，单剧就带来了2.68亿元的收入，占了唐德当年营收的70%以上，直接帮这家公司踩下了 IPO 的油门。2015年，唐德上市，敲钟台上，赵薇和范冰冰并肩而立。这对昔日的学姐学妹终于在资本舞台上世纪大同框。在两人名气的加持下，唐德上市首日就涨停了，接着连拉了10个涨停板。范冰冰手里那1.61%的股份，在该公司市值最高的时候，价值2.42亿元。这一刻，他以为自己终于和学姐平起平坐了。可是这场看似华丽的并肩，背后却是2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赵薇那边呢，跟着黄有龙一路杀进阿里影业、万家文化，玩的是高杠杆、高周转、跨界腾挪。而范冰冰这边啊，尽管也在谈资本，玩的却还是影视行业内部的那一套老路子，高片酬、阴阳合同、税务腾挪。不过这2种路径结局却是殊途同归，都在2018年前后迎来了暴雷时刻。赵薇因万家文化被罚进入证券市场5年，后来被封杀；而范冰冰呢，则在税务风暴中一夜坠落，补税加罚款8.8亿，震惊全国。不过这是后话了。此时的范冰冰啊，人设已经全线展开，国内是霸气的大女主，国际是红毯的时尚女王。戛纳、巴黎、东京，龙袍、凤冠、仙鹤是年年换样，场场话题。国际媒体的标题越来越多的写着 China's Queen of the Red Carpet。 但是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啊，穿得再好，走得再多，没有一部真正叫得响的代表作，始终只是个穿衣有话题、作品没分量的花瓶啊。于是呢，2016年，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来了。一个不艳丽的农村女人，一路跟着官僚体系死磕到底。这个角色的狠劲儿和范冰冰这些年营造的不服、不认怂、拼到底的公众形象正好一拍即合。这部电影也终于为她带来了演员生涯最具分量的一波奖项，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第11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金锁这个称呼在人们口中终于是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名字范爷。但是范爷这俩字儿，既是赞誉，也是诅咒。红得太满，几乎没有退路。一旦风向转变，他要面对的就不只是争议，而是集体的围猎。接下来
砸向他的那块石头，就是那场改变命运的阴阳合同风暴。2016年，斩获3座奖杯的范冰冰以1700万美元的收入，再次登上了福布斯世界收入最高女演员榜，位列第5，亚洲第1，力压昔日对手，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内娱一姐。而就在这一串闪耀的成绩背后，一场足以改写她命运的风暴已经在暗处悄然成型。这场风暴的起点不是别的，正是她职业生涯早期的成名作冯小刚的手机。范冰冰因为参演了手机，拿下了自己人生的第1座主流大奖——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这是她出道以来拿到的第1块真正有分量的演员名片，也是她从小丫鬟金锁跃升至电影女主的关键一跳。手机之后，她的身价水涨船高。因为这层关系嘛，后来但凡冯导有什么戏找她，她几乎从不计较报酬，总是欣然出演。一方面是还人情，另一方面，大导演的加持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在那个还讲究大导演等于好作品的年代，冯小刚的背书无疑是最硬的通行证。在很多公开的场合，范冰冰也从不避讳和冯导的亲近，媒体镜头里头2个人偶尔肢体接触，说笑自然。然而没人想到，15年后啊，同样的导演，同样的编剧，同样的手机，却成为了范冰冰人生里最沉重的一场浩劫。这场浩劫如果非要从头讲起啊，绕不开3个人的名字：崔永元、冯小刚、刘震云。2003年，电影《手机》上映，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主演葛优、张国立、范冰冰。表面上啊，这是一部讲述婚外情的都市轻喜剧。男主角呢叫严守一，是个央视一哥，主持着一档叫《有一说一》的谈话类节目。白天道貌岸然，晚上花边不断，最终因为一通手机来电，婚外情曝光，家庭事业双双崩塌。只要是在那个年代看过《实话实说》的人啊，谁都能一眼就能对上号。这严守一似乎是在讲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啊。这一切呢，还要从2002年的一顿饭说起。冯小刚和刘震云主动约了崔永元吃饭，地点呢就在冯家，徐帆还亲自包饺子。饭后啊，2人坦言，他们最近正在筹拍一个喜剧片，主人公呢是一个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希望崔永元聊聊业内的故事。崔永元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事无巨细的就分享了一切，从选题筹备、案头工作、策划交流等等诸多常人难以接触到的内幕。分享这些呀，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可是没想到这顿饭就成了他人生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场鸿门宴。我跟冯小刚和刘震云，我们3个就聊，这个很清楚，话题很清楚。他们说要拍一个喜剧片，这个喜剧片的主人公是一个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这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怎么工作啊。他希望我给这个描述一下、叙述一下，我就给他讲了我们怎么做案头工作，这个怎么跟策划交流啊，怎么找选题什么的，很认真的把这个都讲了。都讲了以后，这个刘震云就写出了《手机》这样一个剧本啊。在这个影片上映前1周，我还在跟冯小刚一起吃饭，他也什么也没说，他也没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没多问啊，这个电影没上映，你那么早知道，万一给人透露出去怎么办？不久，手机的剧本出炉。电影里头的严守一职业呢是央视王牌主持，主持节目《有一说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跟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名字，那都是非常相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实话实说节目。电影主角的人设、说话腔调、行为细节也全部都相当精准。就连片中主持人请嘉宾吃饭、交往混圈、婚姻失衡的桥段，都和崔永元的现实经历如出一辙。更微妙的是，电影里的情人角色是个年轻的女性5月，最后顶替了男主的主持人位置。饰演这个角色的就是范冰冰。而在现实中呢，崔永元因病辞职后，接替他主持的正好就是一位女性何晶。现实和虚构这一层一层的巧合之下，哪怕是剧组对外一口咬定艺术创作纯属虚构，也没人信啊。
这令崔永元怒不可遏，公开指责是冯刘二人设了一个圈套，背信弃义。上映了以后，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么恶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男女乱搞的这么一个内容。那我就非常愤怒。而冯小刚呢，先是通过自己的助手回应称根本不认识崔永元，后来又摆出一副艺术高于生活，不是针对谁的高姿态，最后还冷嘲热讽说崔永元有抑郁症，应该好好治病。从此这梁子是彻底结下了。手机火了，冯小刚等人票房大奖双丰收。此后该拍片的继续拍片，该出书的继续出书，只有崔永元在一场架里把伤口摊开了给全世界看，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因此而饱受困扰。不过即便如此，崔永元的这把火并没有烧到任何的主演身上，因为他清楚这和演员本身的关系不大呀。后来等这个电影下线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一次采访，就是指责这个冯小刚、刘震云无良。至于葛优啊什么的，那就更没说，因为那是演员，我觉得他们的责任可能很小啊。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冯小刚又要拍《手机2》了。2018年5月，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崔永元就联系了编剧刘震云。刘震云呢告诉他，这次拍的叫朋友圈，完全是不同的故事，让他别多想。但转身，冯小刚就在微博上晒出了新电影的官方海报，就叫《手机2》，主人公呢仍然是严守一和5月。这在崔永元眼里，就是在揭他和家人已经结痂的伤疤呀。愤怒的崔永元连发数条微博开火，把冯小刚和刘震云痛骂了个遍，但冯刘二人始终保持沉默。而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参演的演员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对新电影的支持，这其中就包括范冰冰。范冰冰发的这个微博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她晒出剧组的照片配文呢也非常简单直白，说5月很开心。但是这在崔永元看来，可不是一次演员对角色的例行宣传而是对他的正面硬刚。那范冰冰为什么要发这样一条微博呢？难道作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20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范爷，不懂得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非要赶着做那个被枪打的出头鸟吗？显然不可能啊。有媒体就报道了，这背后可能涉及到资本层面的压力。冯小刚和华谊兄弟签订了5年的对赌协议，要求每年实现递增的净利润目标，而手机2被视为完成该协议的重要项目之一。范冰冰作为主演，可能在合同中也承担了相应的业绩责任，因此她不得不出来履行义务。但是范冰冰可能没预料到，崔永元这次是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态来的。他在微博上喊话：“你不是说5月很开心吗？我一定要让你不开心。”范冰冰还说她在拍手机2，还剪了短发，在那示威，牛什么呀牛？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能拿出来让你看，你让他的工作室做好准备吧。接下来，他就甩出了手里的王炸阴阳合同。这些合同是崔永元在短暂担任电影《大轰炸》总监制时留下的。原本呢，这个位置是为了方便资金统筹和推进拍摄，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请了下来。理由嘛很简单，崔永元过分认真，挡了某些人腾挪资金的路。2018年5月28日，崔永元在微博上晒出了几张合同照片，照片里范冰冰的名字赫然在目，片酬1000万元。第二天他又补上了一锤，说这1000万只是不怕曝光的小合同，真正的大合同是5000万。2个合同加起来，范冰冰这部戏的片酬其实是6000万。范冰冰的阴阳合同就此浮出水面。什么叫阴阳合同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份摆在台面上的，交给税务局去看，走正常账目，按照规定交税；另一份藏在台底，金额更大，走补充协议，绕着税法打转。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阴阳之间差出来的这5000万，并不等于全部进了范冰冰的口袋。在影视行业的这套老牌操作里，阴阳合同从来就不是明星一个人的偷税把戏，而是整条资金链上的多人分利，层层盘剥。更确切的说，这不仅是避税，更像是一种洗钱的手法。影视行业有几个很适合作为洗钱通道的特征。首先呢，就是它这合同金额大，动辄几千万、上亿的流水。关键是你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觉得很正常啊。其次都是项目制的公司，
开个公司拍一部戏，拍完就注销了，往往是不留痕迹。再有啊，就是艺人的片酬通常是单笔巨款，而且呢，这付款的名目比较灵活，可以是片酬，可以是版权费，可以是策划费、顾问费、推广费等等等等吧。支付的链条又长，合作方又多，账户又分散，容易拆分款项。这些个资金啊，有的会打到明星的工作室，再以投资收益、版权分红、外包费用等等的名目流向别的地方；有的呢，则通过明星的代理人公司层层转手，最终通过地下钱庄、离岸账户流出境外，洗白成海外投资回流。在这个逻辑里啊，明星往往只充当了一个白手套的角色。所以啊，崔永元当年这么一锤子砸开的，根本就不是范冰冰逃税这么简单的丑闻，而是捅穿了一张长久以来贯穿在影视圈、金融圈和权贵圈的洗钱网啊！拍电影不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方便集资骗局的壳，或者是洗钱的通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影拍的是越来越烂，但是制作费还越来越高了。阴阳合同不过是这个局的最表层，真正的大头不是补税，而是在这么一整条链路上，谁在放水，谁在接盘，谁在护航。这就是为什么范冰冰事件一爆，不只是税务局上了，银监会、证监会也一起出场。因为这一场暴雷啊，从来都不只是税务问题，而是钱从哪儿来又流到哪儿去的大问题。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和著名演员范冰冰在微博上的互怼持续占据着热搜榜，更是牵扯出了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话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但是啊，要顺藤摸到后面的大瓜也并不容易。真正藏在暗处的那些人，早就练成了金蝉脱壳的本事。他们手上有的是空壳公司、离岸账户、幕后信托、政策通道，钱赚了几赚，早就追不回来了。可是爆了雷，总要有人负责吧？而范冰冰则成了这根利益链条上面最醒目、最顺手的那个。老百姓们未必知道什么叫做票房收益权质押、小贷择权转让，但是一说这范冰冰6000万的片酬，人人都听得懂，人人都会愤怒。税务部门要树榜样，拿谁开刀更省力呢？当然是这张最显眼的脸。2018年10月3日，最后一只靴子落地，新华社正式发文点名范冰冰在大轰炸剧组期间实际取得的片酬3000万元。表面上申报纳税额的是那张1000万的小合同，剩下的2000万通过拆分合同的方式藏了起来。另外啊，范冰冰本人和她名下的多家企业合计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逃税1.34亿，加上滞纳金和罚款，范冰冰需要缴纳的总额是8.84亿人民币。按期缴纳可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个数字啊，足够震得全国人民一阵耳鸣啊！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交钱的速度。消息出来没几天，近9亿的罚款就一次性补齐到账了。一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给了他最后一线的缓冲空间。这场补税风暴啊，就像是一颗扔进娱乐圈的深水炸弹。范冰冰是爆点，溅起的水花染了一大片。娱乐圈不少的明星排着队自查，短短几个月，税务部门收回了超过100亿。有人就讽刺啊，说范冰冰这是为国家创造了收税历史上的新高啊。也有人替他叹息，说他不过是个艺人。这些电影中参与了影投、宣发、担保、P2P 链条上的资本玩家们，早已悄无声息地把资产转移到境外了。有人上了红色通缉令，有人移民新西兰、加拿大，把干股变成配偶名下的财产，从法律上干干净净地切断了追溯的路径。这场补税风暴给了监管一个漂亮的交代，给了老百姓一个痛快的情绪出口，给行业树了个从此以后别太放肆的榜样。而那张祭台上留下的名字只有一个，叫做范冰冰。此后啊，虽然官方没有明确说封杀，但是他的事业也戛然而止了。电影遭到撤档，广告代言纷纷解约，影视剧将他除名。从顶流一姐到无戏可拍，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的黑衣骑士穆晓光，也因为阻挠税务机关调查而被判入狱4年。不过啊，范冰冰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呢，他又杀回来了。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海外的时装周，也参演了一些海外的电影，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存在感。在国内，他也一头扎进了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战场，
小红书上晒护肤，微博里面卖面膜，双11一场直播销售额突破4000万，带货女王成了她税后时代的另一个标签。但是啊，想要真正的回到大众的主流视野，不只是有存在感就够的，还得有人敢投她，敢播她。只不过啊，在当下，这场数典型的风暴显然还没有彻底的刮过去。范冰冰的故事讲到这儿呢，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叙述太过熟悉了，一样的起落，一样的争议，甚至是一样的结局，是不是又有人收钱办事呢？但这其实啊，从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也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审判。比起去崇拜他们的成功，嘲笑他们的跌落，思考他们的人生，似乎更有价值。也许有些人终其一生只愿相信最简单的故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需要一个靶子，需要一个答案，需要有人跌倒来印证自己从未爬过。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命运的牌桌上没有绝对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清白，有的只有不同的筹码，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下注方式。您觉得呢？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